月6号，葡萄牙被法国送回了老家，结束了这届同样也是 C 罗最后一届欧洲杯。作为双亚之一的葡萄牙，说到有名的呢，除了 C 罗，那就是他们特爱离婚，超94%的离婚率，稳居世界第一。为啥他们这么爱离婚呢？而且离婚率高呢，也就意味着结婚率也很高。既然如此，那葡萄牙干嘛还得费劲巴拉的先结婚再离婚呢？今天球哥就给大家来了解了解。葡萄牙位于欧洲利比里亚半岛西南部，与西班牙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9.2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046.7万人。这次欧洲杯呢，葡萄牙止步于8强，还创造了个连续3场在国际大赛上0进球，让 C 罗这个四旬老将在欧洲杯的最后一舞呢略显遗憾，但不意味葡萄牙足球实力就差了。毕竟能多次打进欧洲杯决赛，还能拿到冠军的队伍，还是有点东西的。特别是葡超，号称仅次于5大联赛，不少南美球员登陆欧洲的跳板就是葡超。除了语言相近外，能赚钱，实力也不差，还能参加更顶级的比赛，也是原因之一。足球是厉害，但经济呢，葡萄牙就不行了，因为太差，还被冠以欧洲的名号。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最适合养老的国家。虽然面积是小了点儿，但气候舒适宜人，而且当地的生活节奏很慢，物价在欧盟里呢又属于是中低的水准。因为节假日太多，几乎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悠闲，以至于有人会说葡萄牙人很懒。不过这也说明当地人的幸福指数相当高，也造就了当地人开朗随和的性格。不过葡萄牙人大多都有个别致的小爱好，那就是离婚。葡萄牙人有多喜欢离婚？有机构就统计过，葡萄牙以超94%的离婚率占据世界第一。这可以说是10对夫妻呢，有9对都离了，最后一对估计也在离婚走程序的路上。但离婚的前提吧是能结婚，不结哪来的什么离婚？这也说明呢，葡萄牙的结婚率相当高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葡萄牙是个天主教国家，全国超80%的人都是教徒。然而这教派呢就告诉众人，咱不仅要重视家庭，要重视婚姻，因为婚姻是神圣的。但凡是信徒呢，都必须得结婚。于是那些葡萄牙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天主教信徒，只要相互看对眼，立马就结婚。这也导致呢，那个时候夫妻两人要是发现彼此不适合过日子，想离婚也没有机会，只能默默地接受这段失败的婚姻。然而这一情况呢，直到大航海时代来临，葡萄牙借着机会在全球到处搜刮殖民地，经济飞速的增长。同样的，自由的气息也在葡萄牙人中弥漫。那些有了闲钱的葡萄牙人在经过熏陶后，开始不满婚姻对他们的束缚，于是打着自由的名号，在扎堆结婚后又疯狂的离婚。他们对婚姻的态度呢，也不再认为是神圣的，反正我爱上了就结，没爱了就离。这导致的结果呢，就是有不少的男性打着结婚的幌子在那骗财骗色，把婚姻当成游戏。当然这只是少数，更多人离婚呢，往往就是因为一些明明只要静下心来好好沟通就能解决的小事儿，两人争吵不断，最后闹得不欢而散，只能离婚。所以在各种原因下，使得葡萄牙的结婚率高，离婚率也高。葡萄牙的婚姻呢状态很怪，一边结婚，另一边又不断的在离。结婚呢是因为想证明自己是个虔诚的教徒，但离婚呢又说是想要自由，不想让自己这一生被婚姻束缚。说实话，这就是新老文化之间产生的碰撞，再加上经济等方面造成的结果，你不能果断的说它不好。毕竟高离婚率呢不代表不幸福，同样低离婚率也不代表幸福。就比如说还是那家机构，在它的榜单里呢，离婚率最低的国家绝对出乎意料，那就是印度三哥，离婚率还不到1%。但你能说那边的婚姻状况好吗？而且他们那是不离婚呢，根本就是离不了。众所周知，印度女性的地位很低，连最恶毒的话都是祝别人生个女儿。结个婚不仅没彩礼，还得把大半个价值拿出来当做嫁妆，要是给的不够，女性还会遭到男方的虐待，打伤打死的都有。有人可能说呢，那干脆不结婚，或者说离婚算了。在印度呢，女性不结婚不仅是自己，连带着家人也会被人耻笑，甚至会导致女性被社会所排斥。所以很多时候印度女性提离婚，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娘家人，离了婚还得打官司，一打就好几年，完了还不一定成功。相反葡萄牙呢就方便多了，疫情期间甚至能网上离婚。当然啊，有好处就有坏处，离婚对自身对孩子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所以为了维持婚姻的稳定，当地政府呢也出台了不少的措施，比如在结婚前提供咨询和辅导服务，帮助夫妻能够在遇到问题时呢解决冲突，就算解决不了要离婚有冷静期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